魏无羡想说不用，又担心这样一说，蓝忘机继续纠结，轻笑了一声，应道：“好好好，我拿个小本本记下来，到时候你可别不认账。”蓝忘机闻言高兴了起来，听他这样一说，皱了皱眉头，不太乐意地反驳：“赖账的人是小狗。”魏无羡身子微不可察地抖了抖，笑意有片刻的收敛，随即又若无其事道：“赖账的人是魏婴，我不怕，我可以保护你。”将魏无羡的些许神色变化看进眼底，几乎是在瞬间之间，蓝忘机便懂了。魏无羡他怕狗。魏无羡有些诧异，怔了怔，半晌没出声，诧异于蓝忘机的敏锐，又感动于他的敏锐。他确实怕狗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心理阴影，好多事都已经记不清，唯有闻狗变色这一茬，几乎成了他下意识的反应。见魏无羡愣神，蓝忘机伸手在他跟前晃了晃，见他看过来，拍着胸脯同他保证：“我保护你。”魏无羡这会已经恢复如常，闻言笑道：“那我往后就拜托你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几分调笑，几分戏谑，唯独少了认真。蓝忘机见状，撇了撇嘴，知他没信，也不欲多说，反正他出口的话，他总是会做到的。两人一连逛了好些店铺，魏无羡看什么都觉得蓝忘机缺，若不是蓝忘机拦着，他恨不得清空人间整间店铺。好不容易阻止了魏无羡想给他买张新床的打算，一转眼，魏无羡又盯上了立于一旁的柜子，并在蓝忘机阻止不及时，飞快付了款，最后满载而归。蓝忘机甚至觉得那间原本空荡的房间是不是装得下这些？魏无羡买的很多，大到柜子书架，小到贴花窗纸，也不知究竟是哪一刻蓝忘机没注意到，竟还买了一束开得正艳的花束回来。东西陆陆续续送到，蓝忘机自告奋勇要帮忙，魏无羡便将一些轻巧的活留给了他。蓝忘机为此很不满，他力气大得很，毫不谦虚地说，他的力气一定大过魏无羡，偏魏无羡总怕累着了他，同他说话时温温柔柔，笑得也温温柔柔。蓝忘机原本心底的不满，便在这温温柔柔的注视下不见了影踪。回过神来时，他已经拿了窗花，规规整整地贴好了一张，愤愤不平地瞪了魏无羡一眼，嘴角却不由自主扬起了一抹笑意。魏婴，你若是累了便和我说。魏无羡笑着了一声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一点一点被填满，好似他心底空缺了许久的那一块，也正在一点一滴被补缺。太阳西斜时，有霞光自打开的窗户那照了进来，柔柔地落在了蓝忘机身上，给他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。魏无羡直起身时，恰好撞见这一幕，心口一紧，下意识喊了声蓝湛。蓝忘机应声回头，颇为疑惑地歪着头看他。怎么了，魏婴？见他只盯着他不说话，蓝忘机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他着落了满地的霞光，一步步向他走近。是不是累了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，伸手想碰碰他，手伸至一半又收回，不累，就是喊你一声。蓝忘机眨了眨，直觉他情绪不太对，一把抓住他尚未完全收回的手，顺势捏了捏。你不对劲哦，魏婴。魏无羡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要怎么说呢？说刚刚那一刻，他甚至恍然蓝忘机要就此羽化而去，却又在应声回头的那一刻，结结实实落了的。晚餐是魏无羡做的，在两人忙了一下午之后，蓝忘机原是想帮忙，魏无羡却总觉心头不安，指蓝忘机想要帮忙的想法太过强烈，他想忽视都难。在蓝忘机打碎了一只碗，又差点没控制好力度把锅底捅穿，在不小心烫伤了手之后，魏无羡说什么也不要他帮忙了。蓝忘机盯着手背上被邮件道烫出来的小水泡，吸了吸鼻子，将手伸到魏无羡跟前，委委屈屈地同他道：“魏婴，你给呼呼。”魏无羡拉过他的手，觉得这几个小水泡实在是过于碍眼，也没管厨房里的一团乱，拉着他回了房，翻箱倒柜寻了支药膏出来，边用嘴吹着气，边小心翼翼地给他涂抹。蓝忘机垂眸盯着他的发顶发呆，手上涂了药膏之后，原本稍稍的刺痛感被清凉感取代。魏无羡给他涂完之后，直起身时，眸中含了几分自责：“蓝湛，你痛不痛？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伸手戳了戳被药膏覆盖的小水泡。痛的。魏无羡拉下他的手，有些无奈的模样：“痛你还去戳，傻不傻？”蓝忘机将手缩回背至身后，略一仰头朝着厨房的方向道：“傻不傻先不说，
但我真的饿。魏婴，我饿了。魏无羡在转回厨房时，便不许蓝忘机再进去。蓝忘机自知前一刻拖了后腿，且他这回也是真的饿了，怕自己再一上手，天黑都吃不上饭，搬了把椅子，老老实实坐在了厨房门口。忽听有人拍门声，蓝忘机凝神细听了一会，确定自己没听错，同魏无羡说了一声前去，开了门。门口站着白日里曾见过的小孩，手里还捧着个碗，装了满满一大碗的菜。哥哥，阿娘让我给你们送点菜过来见识蓝忘机。小孩还有些不好意思，探头往里看了眼，没见着魏无羡现哥哥呢。蓝忘机接过他手里的碗，侧身让他进去。他在厨房，小孩似乎不是第一次来，看起来倒是熟人。入得院子之后，便径直往厨房走。现哥哥。魏无羡应了一声，看着蓝忘机手里捧着的碗，眸中划过一抹了然。左邻右舍待他算是极好，平日里自家做了什么好吃的，都会匀出一些给他。他投桃报李，能帮得上他们的，他也竭尽全力将小孩带来的菜倒进自家的碗里。魏无羡又装了些自己做的，让小孩带回去。蓝忘机送小孩至门口时，见天色已然黑了下来，他不太放心，冲着厨房说了声他去送，一会就回。魏无羡随口了一声，菜全部出锅时，蓝忘机还不见回。他探头看了眼外头的天色，突然一拍额头，心道坏了，他怎么忘了蓝湛是个小迷糊。他着急忙慌出了门，一路往小孩家那边跑，最后是在一处河边找着的蓝忘机。他蹲在河边，嘴里还嘀嘀咕咕。魏婴家旁边好似没有河。魏无羡平缓了一下呼吸，在微凉的夜里跑了满头的汗。蓝湛，你怎么来了这里？见着他，蓝忘机眼神一亮，回过头指着前头一排排的屋子说，魏婴，你们这里房子都常一个样，我走着走着就到这里了，我找不到你家在哪了。魏无羡闻言好笑又心疼，轻叹了一声，他就知道是这样。两人踏着月色归家时，气氛有些沉默。蓝忘机踩了一会自己的影子，又偏头打量了一会魏无羡的神色，不太确定地问他，魏婴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，我不会同你生气的。与其说是生蓝忘机的气，不如说是生自己的气。他昨日就已知晓蓝忘机的方向感不强，今日蓝忘机出门时，他竟也没想起来。也是今日天气好，若是碰上雷雨霜雪天，他简直不敢想会怎样。蓝忘机哦了一声，听他直言担忧，噗的一声笑了出来。他似乎是真的觉得很好笑，攀着魏无羡的肩膀抖个不停。魏婴，我只是找不到路，我真不傻，碰到下雨天，我知道找个地方躲。魏无羡愣了愣，扶着他以防他笑倒在的，闻言也跟着笑起来。是了，是他魔怔了，小公子迷糊归迷糊，到底不是个傻的。